正手过度打不好，很可能是步伐出了问题。学了手上动作依然打不好过度，为什么总是切不准球？明明做了后交叉，为什么还控制不住重心？一个视频，学会正手区被动过渡步伐 ，Let's go！ 视频穿着谢与魅影，超临界缓震垫加防侧翻拱形阻耳，让步伐稳弹结合，双重抗扭硬核保护。首先，我们要了解正手区步伐与架拍的关系。正手区处理来球时，我们会根据自身是否主动来选择不同的步伐和发力方式。理解这点，才能真正掌握过渡球步伐。当我们处于主动状态，来球弧度较高，时间充裕，击球点一般在头顶前上方。主动球架拍时，会运用侧身将肘的位置放在击球点后方。击球时，可充分借助身体重心前移和转体的力量，带动顶肘发力。当处于被动状态时，来球相对又平又快，此时击球点往往在身体右侧甚至侧后方。我们已无法提前将肘部架在击球点之后，此时应该怎样发力呢？若此时还用肘的位置去找球，重心会一条直线对着球冲过去，强行绕到球的后方去架肘，需要更多更长移动步骤，不但会错过最佳击球点，因重心后移严重也只能用手臂抡，失重心失发力，失时机失连贯。主动球，被动球。只有后交叉步可以在被动时实现，保重心、保发力、保时机、保连贯。所以后交叉步伐第一步就是忘掉用肘的位置去找球。我们先来看正确的后交叉应该怎么做。启动瞬间肘后拉，带动身体侧身右脚后迈，这步不用大，给身体一个向右后移动的趋势即可。随后左脚向右脚后方迈出，此时为保平衡，身体自然会向右侧转体。重点是我们需要在身体右转时顺势完成架拍，架拍完成时重心完全踩在左脚，此时左髋与右肩核心是拉紧状态，右脚跨出最后一步，同时核心收缩，带动身体回转，从而带动顶肘。我们会发现第一步与第三步是一条直线，后交叉的关键就在第二步。如果在第一步迈出后直接跑过去，就是用肘找球。被动时应该用胸去找球，以致第二步迈出时要转体完成架拍，转体正好用自己的胸口去对准击球点。第三步迈出前胸部已经完全卡准位置，第三步迈出时身体回转，带动顶肘完成击球。当架拍完成时，胸部后转没超过90度，则最后一步落地时可脚前掌落地。当侧身完成时，胸口后转超过90度，最后一步采用后脚跟先落地的跨步完成。开始练习时，可先做好第二步，来球后一定要先完成侧身，以后再迈出第三步。注意别练成架拍同时迈第三步，击球的感觉会出问题。错误的。正确的一定在第二步就已经完成侧身架拍，会明显感觉到第三步迈出前有一瞬停顿。练习时还需注意别只顾用手去打球，一定要感受第三步迈出时左髋右肩核心收紧，带动身体回拉的感觉。这就要求第三步迈出前重心是稳定在左脚。如果第二步没做好，整个步伐都是错的。这里只需注意第二步迈出同时完成侧身架拍，重心自然就稳定在左脚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见。